每当雪花纷飞，银装素裹的大地展现出一片纯净的景象，总能勾起人们心中那份对自然的敬畏与遐想。大雪纷飞时，整个世界仿佛被一层厚重的白纱覆盖，静谧而庄严。站在这样的景象中，我们不禁感叹大自然的伟大与神秘。古人云：天人合一，这句话提醒我们，自然界的每一次呼吸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。我们的生命与四季的变化、天体的运行、风云的交替息息相关。古人通过观察自然现象，逐渐总结出一套深刻的生活哲理。他们相信，人类并非与自然脱离的存在，而是自然的一部分。每当雪花飘落、寒风刺骨时，古人所提到的天人合一的理念便显得尤为深刻，提醒我们顺应自然，尊重天命。生活中任何细微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到我们的身心状态，因此古人留下的智慧仍然是我们应对生活挑战的重要指南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智慧人生，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，与我们一起同修福慧。雪自古以来便被赋予了纯洁与宁静的象征意义。雪的洁白无瑕使其成为了美丽与纯洁的代名词，也使人心生对无染的向往。每一片雪花的降临，仿佛是大自然在用最温柔的方式洗净尘世的烦嚣和浑浊，带来一份超然的宁静。然而雪的到来也伴随着寒冷与未知，寒风穿过每一条街巷，呼啸在耳畔，雪花凝结成冰霜，冰冷的气息瞬间席卷大地。这种冰冷不仅是天气的寒冷，更是一种精神的考验。正如《诗经》中曾有云：北风起凉，雨雪奇葩，生动描绘了冬日风雪的严寒景象。古人认为，在这样的天气中，天地间的阴阳之气交汇，万物开始收敛，人的行为也应顺应天时，减少无谓的耗费与消耗。比如，在古代，农民会选择在大雪节气后暂时停止耕作，以待春天的来临，而商人则会减少交易，避免在寒冷中遭遇意外的损失。这种顺应自然的做法，实际上是一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。因此，雪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，它也是古人智慧的象征，提醒我们在生活中时刻保持对自然规律的敏感与敬畏。例如，大雪和风住，冬至不行船这句谚语提醒人们，大雪节气后河流可能结冰，航行变得困难，船只无法通行。这是古人对自然现象的细致观察与总结，也是对生活中不可控因素的提前预见。随着大雪的到来，气温骤降，水面开始结冰，这时船只就无法再顺畅地在水面上航行。这一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息息相关，古人通过总结这种变化，形成了一套适应自然的生活规则。与此相关的另一条谚语，大雪纷纷是丰年，则是将自然的变化与农作物的丰收联系起来。古人认为，大雪期间如果积雪充足，往往预示着来年的丰收。
对于越冬作物如小麦而言，积雪不仅能为它们提供温暖的保护层，防止严寒的侵袭，还能在春天到来时提供充足的水分。因此，雪的降临被视为一种自然的馈赠，代表着大自然对未来的承诺。这种对雪的理解，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的深刻观察与对未来的深远预见。此外，民间流传着一句话：大雪纷纷是丰年，意思是大雪期间积雪充足，往往预示着来年的丰收，尤其是对于越冬作物如小麦来说，积雪能有效地保温，帮助其更好地生长。这些节气中的智慧，正是古人通过长期观察自然变化所得出的经验总结，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。冬季的雪不仅仅是寒冷的象征，它也与大自然的生命力和生长周期密切相关。古人通过这些谚语，传递了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。他们不只是简单地生活在自然中，更与自然共同呼吸，共享着大自然的馈赠。正是这种智慧，帮助他们在千百年的风霜雨雪中找到了与自然的平衡，也让他们的生活与季节、天象、风水之间形成了一种深刻的联系。在冬季的养生中，古人强调藏阳的重要性。《黄帝内经》中提到，冬3月，此谓避藏防水冰的车污扰，呼阳一直冬季因避藏阳气，避免过度消耗。冬天是阳气收敛的时节，尤其对于中老年人而言，这一时期的养生更为关键。稍有不慎，便可能引发或加剧原有疾病。因此，在接下来的30天内，遵循第一不怠、第二不躲、第三不留的养生原则，或许能为健康过冬提供一份有力的保障。不怠指的是不带过多的压力与负担，避免让身体在寒冷的季节中承受过大的外部压力。不躲则是指不在寒冷中长时间闭门不出，要适时活动，保持血液的流畅。而不留则是指避免将寒气长时间留在体内，尤其是避免湿气和寒气在身体内积聚。因此，在冬季的养生中，不仅要注意保暖，还要避免过度的消耗与体内寒气的积聚。对于中老年人而言，冬季尤为重要，因为这个时期是阳气藏匿的时节，过度消耗可能直接影响身体的抵抗力。古人认为，寒冷的季节容易引发体内的阴气积聚，从而导致身体的虚弱与疾病。因此，冬季养生的一个核心原则就是保持身体的温暖和能量的积蓄，避免剧烈的体力消耗，减少不必要的社交活动。过度劳累、情绪波动、饮食不当等，都可能导致身体阴阳失衡，进而影响健康。所以在冬季的养生中，要特别注意通过合理的饮食和作息，帮助身体储存能量，保持阳气的自然流动。在当今快节奏的社会中，许多中老年人依然秉持传统的保暖观念，头戴厚重的帽子和围巾，仿佛这样就能将寒风拒之门外。然而，古人也早已认识到头部对于阳气的重要性。中医理论中，头为阳气的汇聚之地，过度保暖可能反而阻碍阳气的自然生发，导致气血不畅，
容易引发头晕、头痛等不适。因此，选择一款透气的保暖帽，既能有效抵御寒风，又能保持阳气的流畅，才是更科学的保暖方式。古人提到过犹不及，保暖过度同样可能带来不良影响。现代医学也指出，保持适度的透气性和温度对保暖至关重要。过度保暖会导致身体内部的阳气被阻隔，从而影响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。因此，合理的穿戴、适当的透气性，能够有效地促进体内阳气的自然流动，保持身体健康。冬季的阳光尤其珍贵，它不仅是自然界的馈赠，也是人体健康的守护神。很多人由于对寒冷的畏惧，宁愿蜷缩在温暖的室内，享受空调带来的舒适，却忽视了阳光的作用。适量的阳光能够促进人体合成维生素 D， 有助于骨骼健康。紫外线还有杀菌作用，有助于提高免疫力。此外，阳光能刺激大脑分泌血清素，提升情绪，缓解抑郁。对于中老年人而言，适当晒晒太阳，既能保健身体，又能愉悦心情，带来身心的双重益处。阳光不仅仅是生理上的补充，更在心理上有着不可忽视的疗愈作用。现代研究表明，阳光能够调节人的生物钟，促进睡眠质量，减少冬季季抑郁症的发生。适当的日光照射能帮助改善情绪，提升整体的幸福感，尤其在寒冷的冬季，日照不足时，许多人容易感到情绪低落或疲惫。正因为如此，冬季晒太阳的习惯不仅是为了增强体内的阳光能量，更是心理健康的保障。在某些地区，冬至这一天晒太阳成为传统习俗，认为这样可以驱邪避凶，带来好运。古人通过与自然的亲密接触，赋予了日光一种神秘的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。阳光被认为具有净化和滋养的功效，能够为人带来新的生命力。在这些民间习俗中，晒太阳不仅仅是为了保养身体，更是作为一种文化仪式，体现了人类对于自然和生命本源的敬畏与感恩。今天，尽管我们已经有了现代化的科技和医疗体系，但这种通过日光与自然亲近的做法，仍然为我们提供了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，提醒我们要珍惜和利用大自然给予的一切资源。冬季晴好的日子里，走出家门，感受阳光的滋润，既是对身体健康的投资，也是一种心灵的抚慰。晒太阳的同时，也能进行适量的运动，增强身体的代谢功能。无论是悠闲的散步，还是在小区的花园中练太极，或是与家人一起享受温暖的户外时光，这些活动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融入自然，还能通过与阳光和空气的接触，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和适应力。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所有的疲劳与不快似乎都能得到治愈，心情也会变得开朗和轻松。对于中老年人而言，这种外出活动更是心灵上的一种滋养和舒缓，尤其是在冬季，适量的阳光与温和的气候，不仅有助于提升生理健康，也为心理提供了必要的慰藉。
随着大雪节气的到来，寒气和湿气开始侵袭人体，导致一些健康问题。尤其是中老年人容易积聚寒湿，表现为关节疼痛、咳嗽痰多等症状。寒冷的冬季不仅让外部环境变得严峻，也让我们的身体面临更多的挑战。根据中医理论，湿气属于阴邪，容易伤害人体的阳气，而寒气则会使阳气更加凝滞，导致体内气血循环不畅。寒湿侵袭人体后，会表现出身体沉重、四肢无力、关节疼痛等症状，尤其是气候变化剧烈时，寒湿之气容易进入体内，侵蚀关节和内脏器官。中医认为，湿气会让人体的气血流动受阻，从而引发各种健康问题，如咳嗽痰多、关节僵硬、头痛等。寒湿积聚过多，若不及时处理，可能会引发慢性疾病，影响生活质量。因此，在冬季，饮食调理显得尤为重要。温热的食物能够帮助驱散体内的寒气，提升阳气，从而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。例如，羊肉性温，能够补虚助阳，适合体质偏寒的人食用。生姜有发汗解表、温中止呕的功效，对于预防感冒和缓解胃寒非常有效。红枣则为肝性温，能够养血安神，帮助调节体内的阴阳平衡，是冬季食疗中的上佳选择。此外，日常的生活习惯也非常关键。例如，晚上用热水泡脚，既能促进血液循环，又能帮助身体更好地适应外界温度的变化，减少寒湿之气的入侵。热水泡脚是古人流传下来的养生法，通过温热刺激脚底的经络，促进全身的血液流通，有助于缓解因寒气和湿气导致的不适症状。此外，艾灸作为一种传统的治疗方法，通过燃烧艾草产生的热量，刺激特定穴位，可以有效地促进体内湿寒之气的排出，增强机体的抵抗力。艾灸的原理在于通过温热作用刺激经络，调和气血，帮助身体恢复平衡。这种温和的外治法对于寒湿积聚的调理非常有效，特别适合在冬季使用。通过艾灸，可以帮助增强身体的阳气，驱散寒气，改善血液循环，进而提高免疫力。在民间还流传着一句俗语：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不用医生开药方。这句话不仅强调了根据季节调整饮食的重要性，也反映了人们在不同季节根据食物的性质来进行养生的智慧。萝卜性凉，有清热化痰的作用，适合夏季食用；而生姜性温，有暖胃驱寒、止呕的效果，适合冬季食用。将这些食材合理运用，能够增强体质，保持身体的健康。通过合理的季节性食疗，结合适当的运动和良好的生活习惯，能够有效应对冬季的寒冷和湿气，保持身体的平衡与健康。总的来说，冬季的寒冷虽然给人们带来了不少挑战，但如果我们能够顺应自然规律，采取科学的保养措施，依然能够在这段时间里保持身心的健康与愉悦。正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所言：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，晚来天欲雪，
能饮一杯午。在温暖的家中，与亲朋好友共饮热酒，谈天说地，或许就是冬日里最美好的时光。冬季的美好不仅体现在雪景和寒冷中，也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和关爱。寒冷的冬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考验，同时也是与家人、朋友共度美好时光的机会。无论是共享一顿温馨的晚餐，还是在炉火旁聊天，这些温暖的瞬间都能帮助我们度过寒冷的季节，让冬天不再孤单与沉寂。让我们以平和的心态迎接寒冷的挑战，在自然的节奏中找到健康的平衡，度过一个温馨愉快的冬季。通过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健康的养生习惯，我们能够在这个季节里不仅保持身心的平衡，还能享受大自然带来的每一份馈赠。冬天的美好正是在这些日常的点滴中悄然绽放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回复一句三阳开泰，祝愿你阳气永驻，与光明相伴。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